朋友们，有没有试过这样？走在路上，一片落叶，就那么一片普普通通、随处可见的落叶，突然把你击中。那一刻，你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房贷、老板的臭脸、昨晚没看完的肥皂剧，统统消失不见。你只是盯着那片叶子，像个傻瓜一样，嘴角可能还带着一丝傻笑。可是你知道吗？那一刻你竟然活在了当下。或者更文艺一点，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你抬头看星星，哇，银河、宇宙，浩瀚、渺小。你觉得自己渺小的像一颗灰尘，不，比灰尘还渺小，可能连细菌都比你大。那一刻你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甚至还有一丝敬畏。你又一次不小心活在了当下。但问题是，这种当下就像昙花一现，比你银行卡里的余额消失的还快。很快，那些烦人的思绪又会像潮水般涌来，把你淹没。你又回到了那个焦虑、不安、永远在赶路的自己。那么问题来了，难道我们就只能偶尔体验一下活在当下的快感，然后就乖乖回去当一个焦虑的现代人吗？难道我们就只能在偶尔抬头看看星星的时候，才能短暂地忘记自己是个朝九晚九的上班族吗？《金刚经》可不这么认为。这部古老的经书简直就是一本教你如何摆脱精神牢笼的终极指南。我们之前聊过它的空性、无我，那些高深莫测的概念。今天我们来点更直接的，一个能让你立刻、马上、现在就体验当下即物的秘籍：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玄乎，对不对？别担心，我们不会用那些晦涩难懂的佛学术语来折磨你。简单来说，它就是教你如何关掉你大脑里的那台破收音机。想想看，你的大脑是不是像一台收音机，不停地接收各种信号，过去的糗事、未来的幻想、隔壁老王的八卦，你肚子咕咕叫的声音，这些信号混在一起，就像收音机没调好频道时发出的刺耳噪音，让你心烦意乱，无法集中注意力。现代社会更是把这噪音调到了最大，信息爆炸、996、KPI， 各种压力像机关枪一样扫射着你的大脑，让你根本停不下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教你如何把这台破收音机调到正确的频道，甚至直接关掉它。它教你如何摆脱那些无谓的思绪，摆脱内心的束缚，真正的活在当下，体验那种难以言喻的平静和喜悦。当下即物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遥不可及，不，它就在你心里，等着你去发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那把钥匙，一把能让你打开心门、拥抱当下的钥匙。所以，别再犹豫了，跟着我一起找到这把钥匙，一起摆脱那些无谓的噪音，一起活在当下吧。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听起来是不是像某种武林秘籍的口诀，或者是什么高僧大德的禅语？没错，它出自《金刚经》，是佛陀留给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一个小礼物。当然，如果你觉得佛经都是些枯燥乏味的教条，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句话可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它其实是教你如何在鸡飞狗跳的生活中找到片刻安宁，体验一下什么叫当下即物。这里的住可不是指你赖在沙发上不起来的那种住，它是指你内心深处那些顽固的执念，那些让你像只陀螺一样不停旋转的东西。它是一种心理上的胶水，把你牢牢地粘在过去的烂事上，或者把你发射到对未来的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又或者是让你死死抓住那个你自认为的自我不放。用更科学的词来说，
住就是一种认知偏差，它就像一副有色眼镜，让你看什么都带着过去的阴影或者未来的滤镜。比如面试砸了，你一遍遍地在脑子里回放那些尴尬的瞬间，恨不得时光倒流回去扇自己2巴掌。这就是对过去的住，把自己关在回忆的监狱里，还乐此不疲。或者你天天幻想着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但现实总是给你当头一棒，于是你开始抱怨、焦虑，活得像个怨妇。这就是对未来的住，让你错过了眼前的风景。再或者你给自己贴了个内向的标签，然后就躲在这个标签后面，不敢跟人说话，不敢尝试新事物。这种住就像给自己画了个圈，然后把自己困在里面，还怪圈子太小。当然，应无所住可不是让你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对什么都漠不关心。那样的话，你还不如去当 Siri。 它是一种更高级的智慧，是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能力。它让你不再纠结于好与坏、对与错、得与失，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一切。它让你不再被过去和未来绑架，而是清晰地觉察当下的真实。它让你放下那些无聊的概念和标签，直接去体验事物本身，看到事物的真相。无所住也意味着放下对我的执着。要知道，我这个东西其实也没那么重要。放下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反而能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并与他人建立更真实、更深入的连接。这样，你才能体验到更深层次的爱和慈悲心。当然，如果你觉得我很重要，那就继续抱着吧，反正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总之，无所住就是不执着于任何形式，包括概念、思想、信仰，甚至包括你正在读的这段文字。当我们不执着于任何形式，才能真正的体验到自由和解脱。当然，如果你连自由和解脱都执着，当然也是错的。当你的心不再被过去、未来和我这些破事儿束缚时，你就能真正的安住在当下，清晰地看到每一个念头的升起和灭去。这就是升起心的真正含义，在无助的基础上升起一颗清净、觉醒、充满智慧和慈悲的心。这颗心就像一面镜子，如实地反映当下的实相，让你体验到一种全然的临在。全然的临在是什么感觉？简单来说，就是你的意识完全沉浸在当下这一刻，没有任何杂念来打扰你。你不再区分我和当下，而是和当下融为一体，就像水滴融入大海一样。这可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神秘体验，而是一种全然的关注和投入。就像艺术家在创作时完全忘记了时间和空间，只剩下眼前的作品，又像是乔丹在比赛时眼里只有篮球和篮筐，其他什么都看不见。在这种状态下，你的觉察力会变得像猎豹一样敏锐。你能清晰地听到风吹树叶的声音，闻到空气中淡淡的花香，感受到指尖的微风。你也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内心的念头和情绪像小丑一样跳来跳去，但你不会被他们控制，只是像看戏一样看着他们表演。全然的临在会带给你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喜悦。这种喜悦不是吃了冰淇淋或者中了彩票那种短暂的快感，而是一种更深层次、更持久的满足。它是一种深深的安宁感，一种与生命本身和谐共处的状态。庄子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庖丁解牛的时候，完全进入了人牛合一的境界。他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用心去感受。刀在他手里就像长了眼睛一样游刃有余。这就是全然的临在。禅宗也强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通过禅修和日常的练习，达到明心见性的境界。
六祖慧能听了《金刚经》的这句话就开悟了，这就是一个瞬间进入全然临在的例子。乔丹在比赛中进入区域 zone 的状态也很类似。他说，在这种状态下，时间都变慢了，他能预判对手的动作，投篮也变得轻松自如。他完全沉浸在比赛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还有，当你全神贯注地听一首音乐，品尝一道美食，或者看一本好书的时候，你也会有类似的体验。在这种状态下，你会感受到生命最真实的流动和喜悦。这是一种内在的、深刻的、持久的喜悦，它不是外在的刺激带来的短暂快感，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无住生心就是那把能打开当下极物大门的钥匙，是一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的智慧，让你在每一个呼吸、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念头中体验到生命的真实和美好。所以现在你会问，如何才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把钥匙呢？别着急，我会告诉你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正念，培养觉察的基石，看见思维的真相。正念听起来是不是像某种高深的哲学理论，或者是什么瑜伽大师的独门秘籍？好吧，它确实有点来头，源于东方古老的智慧传统，尤其是佛教。当然，别一听到佛教就觉得是老古董。正念这东西虽然有点历史，但放在今天依然管用。正念这词儿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的古印度，那时候佛教刚兴起。那时候的人们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忙，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思考宇宙，思考我是谁。正念的古老语言版本叫 CC， 意思是记忆、回忆。但在佛教里，它可不是指你昨天晚上吃了什么，而是指对当下的清晰觉察。佛陀教导大家通过正念修行来了解自己的身心，看清生命的真相，最终达到解脱。四念住经是佛教里一本关于正念的重要说明书，教你如何观察自己的身体、感受、想法和周围的世界。现代正念在西方流行起来，要感谢一位叫乔卡巴金的生物学家。这家伙在20世纪70年代一边研究分子生物学，一边对东方冥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发现，这些古老的修行方法竟然能有效地减轻压力和痛苦。于是，在1979年，他在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开了一家减压诊所，搞了一个叫正念减压疗法 MBSR 的东西。MBSR 是一个为期8周的改造计划，旨在帮助那些被慢性疼痛、焦虑、压力和其他身心疾病折磨的人们。刚开始，很多人都觉得这家伙疯了，但卡巴金用大量的研究数据证明正念真的有用。他甚至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患有严重背痛的病人试了各种方法都没用，结果上了他的 MBSR 课程，竟然学会了和疼痛和平共处，疼痛也减轻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MBSR 的成功就像一颗小小的石子丢进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巨大的涟漪。正念的应用迅速扩展到各个领域，医院、学校、公司，甚至你每天都在用的手机 App 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卡巴金把正念定义为有意识的、不加评判的将注意力放在当下此刻的体验上。这句话有点长，我们来拆解一下。有意识的，就是说你要主动把注意力拉回来，而不是让你的思绪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到处乱跑。不加评判的，就是说你要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一样观察你的体验，而不是像一个严厉的法官一样评判他们的好坏对错。当下此刻，就是说你要专注于现在这一刻，而不是活在过去的回忆里或者未来的幻想中。
科学家们也用各种高科技手段研究正念，发现它真的能改变你的大脑。比如，它可以增强你的注意力，减少胡思乱想，提高记忆力，甚至还能改变你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这就像锻炼肌肉一样，练得越多就越强壮。正念练习方法，一些你可以尝试的小技巧。正念呼吸，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闭上眼睛，专注于你的呼吸。当你的思绪飘走的时候，温柔地把它拉回来。身体扫描，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把注意力依次放在你身体的各个部位，感受身体的各种感觉。正念行走，走路的时候，专注于你的脚步，感受身体的移动。记住，正念练习需要时间和耐心，重要的是享受过程。即使每天只练习几分钟，长期坚持也会有效果。创造微时刻，把正念塞进你生活的每个角落。正念可不是只能在蒲团上打坐时才能做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每天花半小时冥想太难了，没关系，你完全可以把它塞进你生活的每个角落，创造一些微时刻，让活在当下变成一种像呼吸一样自然的习惯。什么叫微时刻？简单来说，就是在你日常生活中见缝插针地插入一些正念的小练习。这就像在你喜欢的歌曲里加入一些恰到好处的休止符，反而能让音乐更动听。科学家们说，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是连在一起的，通过关注身体的感受，我们可以有效地把注意力锚定在当下。以下是一些更具创新性和实操性的技巧，教你如何把正念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暂停一下练习，给自己按个暂停键。在各种活动之间，给自己创造一些短暂的暂停时刻。这就像在电影里按了个暂停键，让你有时间喘口气，想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比如，接电话前别急着喂，先花几秒钟深呼吸，感受空气在你身体里流动，感受你身体的姿势。回复邮件前也别急着敲键盘，先花几秒钟看看周围的环境，感受光线、声音和气味。开会前也别急着进入战斗状态，花1分钟闭上眼睛，感受身体和椅子的接触，放松一下肩膀和脖子。创造微时刻，把无聊的小事变成正念练习，把一些看似平凡的日常活动变成练习正念的机会，赋予它们新的意义。比如洗手的时候，别只是随便搓搓了事，感受水流过手背的触感，注意水温的变化，闻一闻洗手液的香味。喝水也别一口闷，专注于水的温度、口感和流经喉咙的感觉。走路别只是低头看手机，感受脚底和地面的接触，注意身体的平衡和移动，看看周围的风景。吃饭最重要的来了，放下你的手机，放下所有让你分心的东西，专注于食物的味道、香气、口感和质地，好好享受每一口饭菜，就像这是你这辈子吃到的最后一口一样。专注于感官体验，用你的五官去感受世界，有意识地调动你的感官去体验周围的世界。看看天空的云朵、树叶的纹理、花朵的颜色。听听风的声音、鸟的叫声、水流的声音。闻闻花香、泥土的气息、咖啡的香味。尝尝食物的味道，感受不同的口感和层次。感受阳光照在皮肤上的温暖，微风拂过脸庞的轻柔。微习惯与正念的结合，让正念成为你的标配。把活在当下融入到微习惯的培养中，让正念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上起床后，别急着跳下床，
先花1分钟感受身体的感受，做几个简单的伸展运动。晚上睡觉前也别急着刷手机，花1分钟回顾一天中美好的瞬间，并表达感恩。人际交往中的正念，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放下你的手机和其他让你分心的东西，专注于倾听对方的话语，别打断，也别评判，真正的和对方建立连接。这不仅能增进你们的感情，也能让你更好地理解对方。把活在当下和你的人生目标联系起来。活在当下可不是让你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它可以和你的价值观和目标紧密相连。如果你重视创造力，那么在创作的时候，专注于当下的灵感和感受，就能更好地激发你的创造力，创作出更棒的作品。如果你重视人际关系，那么在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候，放下手机，专注于陪伴他们，就能更好地增进彼此的感情，建立更深厚的连接。如果你重视健康，那么在运动的时候，专注于身体的感受，就能更好地享受运动的乐趣，并避免受伤。总而言之，把正念融入生活，并不需要你做出巨大的改变，只需要一些小小的调整，一些小小的微时刻，就能让你更好地活在当下，更好地享受生活。如何应对负面情绪？接纳与转化，和你的情绪跳一支舞。在实践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路上，你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比如压力、焦虑、愤怒、悲伤，就像人生路上的各种坑坑洼洼。关键是你怎么面对他们，是像见了鬼一样躲开，还是和他们来一场亲密接触？科学家们说，负面情绪和大脑里的一个叫杏仁核的小东西有关。当你感到威胁或压力时，它就会跳出来捣乱，让你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肌肉紧张，甚至让你大脑短路。心理学家们则说，你对事情的看法也会影响你的情绪。如果你死抱着一些想法不放，比如我必须成功，那一旦遇到挫折，你就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正念减压疗法 MBSR 给你的身心做个 SPA。 乔卡巴金发明的 MBSR 就是一套专门帮你缓解压力、焦虑和疼痛的心灵保健品。大量研究表明，它能有效改善情绪，提高睡眠质量，增强免疫力，甚至还能影响你大脑里负责情绪调节的区域。简单来说， MBSR 就是教你如何用正念来管理你的身心，就像给你的身体做个 SPA 一样。接纳承诺疗法 ACT 和你的情绪握手言和。 ACT 的核心思想是接纳，就是承认并接受负面情绪的存在，而不是像赶苍蝇一样赶走它们。 ACT 认为，只有接受那些不愉快的体验，你才能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活出更有意义的人生。 ACT 用一些技巧，比如认知解离、扩展和价值观澄清，来帮助你更好地和情绪相处，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行动。简单来说， ACT 教你如何和你的情绪握手言和，然后一起去干点正事。如何与情绪共舞？这里有一些实用小技巧，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一些。给情绪命名。当你感到不爽的时候，先给它起个名字，比如我现在很焦虑，我现在很愤怒。这能帮你更好地认识它，而不是被它吞噬。观察情绪，像看天气预报一样观察你的情绪，不要试图阻止或压抑它，而是允许它自由来去。身体扫描，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感受上，看看情绪是如何影响你的身体的。比如，焦虑可能会让你胃疼，悲伤可能会让你胸闷。与情绪共处，不要和情绪对抗，而是接受它的存在。告诉自己，我现在正在经历这种情绪，这很正常。
然后找一些让你舒服的方式来应对它，比如深呼吸、冥想、散步，或者找人倾诉。到这里，你已经非常详细地了解到无住生心、当下即物的意思，以及如何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确实能实实在在地指引我们在变幻莫测的生活中保持内心平静的灯塔。它教我们不要活在过去，也不要活在未来，而是活在当下，体验生命的每一刻。通过正念练习、创造微时刻以及与负面情绪和平共处，我们可以更好地实践这种智慧，活出更丰盛的人生。现在，就从这一刻开始，把这些方法融入你的生活，你会发现生活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平静、喜悦、充实和有意义。别光听，要去做。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行走，每一次与人交谈，全都是活在当下的机会。感恩你的到来，希望本频道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与帮助。如果你喜欢，请订阅、点赞和分享，这是对我莫大的支持与奖赏。